这是一部不建议独自观看的电影，否则你将会再次感受到那被港式惊悚片所支配的恐惧。胆小的小伙伴们，赶紧艾特你的大冤种朋友陪同观看。小美是一个纺织厂的女工，年纪轻轻就有着一手娴熟的缝纫机技术，凭借着一天能赶200条牛仔裤的能力，成功当上了车间主任。按理说，一个主任应该能生活得不错，可她却不是，因为她的父亲马叔成天好赌酗酒，不务正业。她的母亲梅姨也没好到哪里去，虽然在医院里干着清洁工的工作，但却时不时的从医院偷点东西去卖。一家3口挤在一个破旧的出租房内，老2口还经常因为点小事吵得不可开交。小美是个内向的姑娘，面对这些烦心事，她并没有什么倾诉对象，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将委屈告诉自己心爱的那个玩偶。她还给玩偶取了个可爱的名字，叫豆豆。豆豆是她小时候最喜欢的玩具，如今陪伴她已经20多年了。马叔还曾多次将豆豆扔进垃圾桶，但又都被小美给捡了回来。甚至有一次，梅姨也想扔了豆豆，可争抢中却不幸踩在了针线上，梅姨疼得直接摔倒在地，结果肚中的孩子就流产了。就在那时，小美仿佛看见了一个可怕的鬼魂，她甚至怀疑那是弟弟的鬼魂附在了豆豆上。但就算是这样，小美也没有将豆豆扔掉。然而最近，她却感觉豆豆越来越奇怪了，经常神出鬼没的出现又消失。她还将事情告诉了梅姨，可梅姨本就不喜欢那个玩偶，所以便没搭理她。就在这时，几个邻居说公寓里的云嫂被鬼童附体了。母女俩一开始还不相信，可来到云嫂的家门口时，却看到了一堆吃瓜群众。母女俩便好奇的上前查看，只见云嫂真的变得非常诡异。母女俩当场就惊得亚麻呆住了。好在请来的法师水平不错，成功赶走了云嫂体内的鬼童。临走时，法师还叮嘱大家，鬼童怨念极深，一定不要轻易招惹。正所谓请鬼容易送鬼难，被缠上了再想甩掉就难了。众人纷纷表示谨遵法师遗言，可唯独梅姨却有些反常，因为她不但有招惹鬼童，甚至她还在养仔啊仔，媽媽又買咗新玩具俾你玩啊！嗱，你一定要保養我哋一家人呢。平平安安。没错，这个鬼童正是多年前他意外流产的那个儿子。此时，一旁的小美忽然发现自己的玩偶又不见了，正寻找呢，喝得烂醉的马叔就回来了。梅姨看见后，立马开启了炮轰模式。马叔也不惯着他，可刚要开骂，就莫名其妙的被推了一下。喂，哎呀，點啊？爸，嚇？你推我啊！邊人推你啫？你論盡啊屈人。明明有人推啊！係你自己飲大咗咋？明明有人推啊，話你知啊！眼瞅着父母又吵了起来，小美就索性去洗澡了。隔天上班时，同事花姐又提起了文嫂被鬼上身的事情，还阴阳怪气地说，就是小美一家人搬来后，那栋公寓才变得诡异了起来。懦弱的小美并没有反击，然而忍一时，并没有风平浪静。下班的时候，她忽然被人偷袭打晕，等她再次醒来时，却发现自己正趴在老板的辦公桌上，凌亂不堪的衣服表明她很有可能遭遇了侵犯。她失魂落魄地離開，可一出門就看到了老板的女兒，還拿着她丟失的玩偶在玩。點解呢隻棺材會喺度嘅？喺你嘅袋度揾到嘅咯。亂講。這時，老闆娘和她的表哥也過來了。小美簡單打了個招呼後就離開了。來到外面，她才發現天竟下起了雨，冷冷的冰雨在她臉上胡亂地拍着。她回想着剛才醒來時依稀看到的身影，她確定是老闆侵犯了她。絕望的她只能對着娃娃傾訴：你要幫我殺咗呢個人，係我俾人強姦咗，而強姦我嘅人係。話還沒說完，一輛汽車從旁邊駛過，還險些撞到了他，嚇得玩偶都掉在了地上。剛回過神來，梅姨就打着傘來接他了。司機還沒來得及詢問情況呢，小美就被稀里糊塗的給拽走了。回到家後，她用力的清洗着身體，可萬萬沒想到第二天，小美出入老闆辦公室的事情就傳遍了整個車間。在花姐的添油加醋下，小美竟從一個受害者變成了一個勾引老闆的心機婊。她這次沒有忍讓，當場回懟道：你要是再敢亂說，我就把你的嘴給縫上。一時間，兩人就吵了起來。最後老闆出現才平息。下班時，他又想起昨晚丟了玩偶，便在附近尋找了起來。這時，一個帥氣的男孩出現了，上來就嬉皮笑臉的套近乎。小美正蒙圈呢，男孩就自我介紹了起來。原來他是小美的初中同學小帥，昨晚也是看到這個娃娃後才認出的小美。老同學見面自然是格外的親近，兩人邊走邊敘舊。剛巧來到了梅姨工作的醫院門口，結果就看到梅姨因偷東西被發現，還被當場開除了。回到家後，小美又看到之前被鬼附身的文嫂一家正在搬家，因為他們感覺這棟公寓內有髒東西。可惡的房東竟還把這事怪在了他們頭上。
房东也认为小美一家是不祥之人，还不讲理的把文嫂的房租算在了他们头上。就在娘俩为了房租而苦恼的时候，小美忽然听到自己房间里传来了动静，进去一看，原来是父亲回来了。他刚在外面输了个精光，现在又回来偷小美的钱。小美不给他就硬抢，可刚要出门时，梅姨就摔烂了代表儿子的雕像。我而家唔養鬼仔啦，你滿意啦？原来就在刚刚，梅姨想起了法师说过的话，觉得有可能是儿子的鬼魂给家里带来了霉运，才导致的房租上涨。看到这个赌鬼丈夫后，更是气上加气，所以才摔了雕像。可是马叔根本就毫不在乎，拿着钱就要出去赌。梅姨见状追上去大骂：“你仲有頭七啊！你先回魂翻嚟啊！死佬！”马叔就像没听到一样离开了。可此时的小美却好像在父亲的背上看到了一个小孩。果然没多久，梅姨的话就应验了。这个男人在赌场上又一次输了个精光，郁闷地灌着二锅头。忽然，无数的飞虫飞进房内，在男人脸上不停地叮咬着。可此时他的手却好像被什么人给按住，抬不起来了，最后直接当场饮恨西北。另一边，毫不知情的小美还在上班，看着那个侵犯过她的老板，她是敢怒不敢言。下班后，为了省个1块2毛5，她决定利用工厂的复印机复印几张招租信息。可刚来到门口，却被老板娘的表哥给撞见了。表哥貌似并不关心她在干什么，只对小美的人感兴趣。他不断地调戏着小美，小美躲在墙角不敢吱声。好在老板娘及时叫走了表哥，小美这才来到屋内。可刚复印完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又和花姐撞在了一起，传单还散落了一地。花姐一看，好家伙，你竟敢私自占用公物！说完还拿出手机拍照取证。小美简直快要气炸了。可第二天看了传单的小帅当场表示自己正好要租个房子，于是就搬到了小美的隔壁。小美也顺利的解决了房租问题。晚上小帅还给他们娘俩准备了一顿大餐，不过很可惜，他不知道小美一家都是素食主义者，所以就不欢而散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小帅洗澡时发现水里夹杂着许多飞虫，来到天台的蓄水池一看，好家伙，这哪里是蓄水池，分明就是一口棺材，而马叔的尸体就躺在里面。很快警方封锁了现场，而小美却好像早就预料到了一样，看着窗台上的豆豆，她貌似明白了咋回事。而另一边的梅姨就沮丧的多了，她没想到自己说的一句气话竟然真的变成了现实。隔天小美上班时竟然在饭里吃出了一块肉，当时就吐了起来。这时幸灾乐祸的花姐出现了，很明显肉就是她偷偷放进去的。不是我说，这花姐还真是够恶心的，人家父亲都死了，还能做出这么恶心人的事，真是个歹毒的娘们。这次小美也是真被气到了，回到家里就向豆豆求助：豆豆，如果你可以幫我搞掂花姐，你叫我做乜我都可以。忽然他好像在身后看到了一个人影，他猛地起身，却又什么都没发现。小美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她非常的害怕，于是找到小帅陪她。而此时的花姐刚喝完酒出来，她独自走在小路上，仿佛听到身后有笑声传来，回头一看却又什么都没有，吓得她拔腿就跑。女人被忽然出现的小鬼吓得摔倒在地，她惊魂未定地转过头，结果等女人再次醒来时，已经被绑了起来。更可怕的是，嘴巴和手都被缝在了一起。接着她看到了眼前的小鬼，只见他拿着一把钢针，缓缓撑开了女人的眼睛。远处的梅姨恰巧看到了这一幕，可她却没有报警，反而是帮忙善后处理了尸体。隔天，梅姨又在家里整理丈夫的遗物，却无意间发现了女儿藏在衣柜里的玩偶。她按了下玩偶身上的按钮。豆豆，你要幫我殺咗呢個人，我唔知點解好似暈咗。我醒返嘅時候，我就喺間房嗰度，中間發生過咩事我完全唔記得，但我可以肯定嘅。係我俾人強姦咗，而強姦我嘅人係譚國雲。直到這時，梅姨才知道了小美被侵犯的事情，隨即便來到工廠找到她。她告訴小美，媽媽會保護你㗎，豆豆咩都話晒俾我知啦。說完便將小美鎖在了一間房內，然後關上了工廠的大門，接着隨手拿起一把斧頭找到了老闆。此時的小美擔心母親出事，便給小帥打去了電話。可此時的他正在做飯，沒有聽到鈴聲，無奈小美就給他留了言。可再一轉頭，小美就这样被吓晕了过去。另一边的母亲刚来到老板的办公室，就亮出斧头朝老板劈了过去。可她毕竟是个年过半百的女人，3两下就被老板给推翻，撞到桌角晕了过去。而此时的小帅也听到了小美的留言，着急忙慌的就往工厂赶去。画面再回到工厂这边，老板刚跑到车间，就忽然被什么人给打晕了。等他再次醒来时，已经被绑在了一个缝纫机上，一只手就放在针头下。小美面无表情的看着他，冰冷的就像换了一个人。放开我！
然后他就将脚放在了缝纫机的踏板上，伴随着老板的惨叫声，老板的手臂上被刺下了提前杀青4个大字。这还没完，小美又举起一根铁棒，一下一下的将老板给砸了个稀碎。等小帅赶到时，只看到了倒在血泊中的老板。忽然一个人影闪过，他顺着人影追到一个水池旁，只看到了被绑着的梅姨。他刚要去解开绳子，结果直接被人一脚踹进了水池，而这人正是小美。接着他也跳入水中，两人在水中不停挣扎，直到梅姨叫来了警察。小美被抓了，她一脸无辜的辩解着，说自己才是受害者。小帅可以证明，可警方根本就没有发现小帅这个人，他就像在水池中蒸发了一样。更奇怪的是，小美明明是个女人，却被关进了男牢房。直到她看了工厂的监控后，她才彻底的傻眼了。原来小美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，她本就是个男儿身，只是软弱的性格让她更希望自己是个女人。杀死老板的是她，杀死父亲的是她，杀死花姐的也是她。这就是为什么母亲当时没有报警，而是帮忙处理了花姐的尸体的原因。只不过小美将一切责任都推到了玩偶的身上，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她真正的男人格所为。甚至她口中的小帅也早就在几年前去世了。最后两个人隔在监狱里会面，男人格表示这么长时间来你辛苦了。说完便缓缓地割破了小美的手腕，当然其实是她本身在监狱中自杀了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可导演最后却又来了个反转。其实最开始侵犯小美的并不是老板，而是那个男女通吃的表哥。